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简直是惊心动魄。我从业这么多年，见证了无数爱情故事，但像这样跨越海峡的真爱，真的是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老红娘都忍不住泪目。事情要从去年开始说起，那时候台湾的阿明在大陆上海出差。阿明是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年薪破千万新台币，典型的高富帅，人又帅气，还有自己的跑车和豪宅，在台湾那可是抢手货。就是这样一位钻石级别的优质男青年，竟然单身了好几年。朋友们都笑他：阿明啊，你这是眼光太高了吧？台北的正妹都给你相过了，没一个入得了你的法眼。阿明总是笑笑说：缘分这种事强求不来的啦。谁知道缘分真的就在那次上海出差时来了。那天阿明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处理工作邮件，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笑声。他抬头一看，简直被惊艳到了。只见不远处坐着一位身穿淡粉色连衣裙的女子，有着修长的美腿和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身，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那张精致的瓜子脸上点缀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正在和朋友聊天。阿明当场就看呆了，天啊，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女神形象吗？老板，您的咖啡要凉了。服务员的提醒把阿明拉回现实。阿明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问：那位小姐能帮我送杯咖啡给她吗？就这样，阿明认识了大陆姑娘小雨。小雨是上海人，在一家国际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才华横溢又美丽大方。两人一见如故，从咖啡厅聊到了外滩，又从外滩聊到了南京路，眼看夜色已深，阿明才依依不舍地道别：明天我能再见到你吗？阿明鼓起勇气问道。小雨微微一笑：可以啊，我可以当你的导游。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小雨带着阿明逛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从豫园到田子坊，从新天地到陆家嘴，两人的感情也在这短短几天内迅速升温。阿明原本计划的1周出差结束了，却舍不得离开。他给公司请了假，又在上海多待了1周。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男生。临别前，小雨对阿明说：台湾男生真的好温柔哦。阿明笑着说：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生，没有之一。回到台湾后，两人开始了跨海峡的异地恋。每天视频通话成了必修课，节假日就飞过去见面。尽管机票价格不菲，但对阿明来说，能见到小雨，花再多钱都值得。就这样，他们异地恋了半年，在一个浪漫的七夕夜，阿明终于向小雨求婚了。他专门飞到上海，在外滩他们第一次散步的地方，单膝下跪，掏出了一枚闪耀的钻戒。小雨，我爱你，嫁给我好吗？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重重地点了点头。婚礼定在了3个月后，地点选在了台湾。小雨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准备婚后就留在台湾发展，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婚礼前1个月，小雨过来台湾看房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那天，他和阿明一起去看他们未来的爱巢，是新竹市区的一套高级住宅。小雨站在阳台上，正欣赏着远处的山景，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还没来得及喊阿明，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阿明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19。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护人员专业高效，立刻为小雨进行了紧急处理，然后火速将他送往了新竹荣民总医院。在医院里，小雨被诊断为突发性脑出血，医生说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即手术。阿明顿时感到天崩地裂，他的未婚妻，他心爱的女孩，生命危在旦夕。他急忙联系了小雨在上海的父母，又联系了自己的家人。小雨的父母立刻订了最早的航班飞往台湾，手术进行了整整8个小时。当主刀医生摘下口罩走出手术室时，阿明紧张得几乎要窒息。手术很成功，但病人现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们无法确定。医生严肃地说，接下来的日子，阿明几乎住在了医院里。他白天上班，下班后立刻赶到医院，常常守到深夜才回家。他每天都和昏迷中的小雨说话，讲述他们的过去，描绘他们的未来。小雨的父母看到阿明这样，心疼不已。阿明啊，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小雨的妈妈红着眼睛说：小雨看到你这样也会心疼的。阿姨，我没事的。阿明强撑着笑了笑，小雨一定会醒过来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雨依然没有醒来的迹象。阿明开始变得消沉，但他从未放弃希望。他开始研究各种医学文献，甚至联系了国际上的神经科专家，希望能找到唤醒小雨的方法。台湾的医疗技术在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尤其在神经外科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小雨所在的新竹荣民总医院是台湾顶尖的医疗机构之一，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一流的医疗团队。小雨的父母一开始还担心台湾的医疗条件不如上海的大医院，但很快他们就被台湾医疗体系的专业和人性化所打动。医生每天都会详细解释小雨的情况，护士们也悉心照料着小雨的每一个需求。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医院还专门安排了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们一直听说台湾医疗很贵，没想到这里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么完善，住院费用比我们想象的低多了。小雨妈妈惊讶地说。阿明解释道，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覆盖了大部分医疗费用。虽然我们常常抱怨健保费用年年涨，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确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小雨的爸爸感慨地说，这几十年来台湾在医疗方面的进步真的很大，不仅技术先进，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一点也不比上海的三甲医院差。转眼间，小雨已经昏迷了2个月，阿明每天都会给他带一束鲜花放在床头。他相信即使在昏迷中，小雨也能闻到花香，感受到他的爱。一天深夜，阿明像往常一样在病房里陪伴小雨，病房里只有医疗器械发出的规律声响。阿明握着小雨的手，轻声说着他们的故事，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小雨，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你穿着那条粉色的连衣裙，笑起来的样子像个天使。说着说着，阿明突然跪在了床前，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老天爷，求求你让小雨醒过来吧！如果可以，我宁愿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健康。阿明声音哽咽，泪如雨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被病房角落的监控摄像头全部记录了下来。第二天，主治医生奚医生在例行查房时，无意中看到了监控录像中阿明祈祷的画面。这位在医学界叱咤风云的权威医生，看着屏幕上那个为爱痛哭的男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真是，奚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太感人了。当天下午，奚医生把阿明叫到了办公室。阿明先生，我有个想法想和你商量。奚医生严肃地说，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可能对小雨小姐有帮助，但这种方法在台湾还处于实验阶段，有一定风险。是什么方法？阿明急切地问。这是一种结合了神经电刺激和特定药物的唤醒疗法。在欧美和日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但成功率只有 30% 左右。阿明没有犹豫，只要有希望，我们就要试。经过与小雨父母的商量，他们一致同意尝试这个新治疗方法。台湾的医疗法规相当严格，即使是实验性治疗，也需要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和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奚医生帮他们加快了审批流程，很快就获得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治疗开始后，阿明的工作也放下了，全心全意地陪伴在小雨身边。他每天给小雨读书，放他喜欢的音乐，甚至把他最爱的香水轻轻喷在枕边，希望通过各种感官刺激唤醒他的意识。就这样，又过了2周，一个平静的午后，阿明正在病房里轻声哼唱着他们的定情歌曲《小幸运》。忽然，他感觉到自己握着的那只手微微地动了一下。阿明以为自己眼花了，赶紧凑近观察。小雨，小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这时，小雨的手指确实动了一下，虽然幅度很小，但绝对不是阿明的错觉。阿明激动地连忙按下了呼叫铃。不一会儿，护士和值班医生都赶来了。他的手指动了，真的动了。阿明激动地说道，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医生立刻对小雨进行了检查，然后惊喜地宣布，病人的意识确实有恢复的迹象。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这个消息像一道曙光，照亮了阿明和小雨父母阴霾已久的心情。大家都欣喜若狂，小雨妈妈当场就哭了出来。小雨爸爸则是强忍着泪水，拍着阿明的肩膀说，谢谢你，
孩子，是你的坚持让小雨有了希望。当晚，西医生亲自来查房，仔细检查了小雨的各项指标。病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醒来的过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也可能会有波折。西医生实事求是地说，接下来几天是关键，我们会密切观察。阿明点点头，心中的那团火重新燃起。医生，阿明真诚地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你和医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台湾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也感受到了满满的人文关怀。西医生笑了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推荐这种实验性治疗吗？西医生说，因为我在监控视频里看到了你跪地祈祷的画面，那种真挚的爱让我相信小雨一定能感受到。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你们。阿明听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接下来的几天，小雨的各项生命体征越来越稳定，意识也在逐渐恢复。他偶尔会睁开眼睛，但似乎还不能完全认清周围的人和环境。台湾医院的康复治疗非常先进，小雨一有好转迹象，医院就安排了专业的康复团队介入，包括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和心理治疗师，全方位地帮助他恢复。与此同时，阿明发现他们所在的医院有一个特别的脑外伤家属互助小组，里面的成员都是脑外伤病人的家属。在那里，阿明认识了许多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他们互相支持，分享经验和希望，这让阿明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小雨妈妈感慨道，在上海，我们很少看到医院有这样的人性化服务。这里不仅关心病人，还关心病人的家属，真的很温暖。终于，在那次手指微动后的第3天，小雨真正的醒了过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阿明像往常一样坐在病床边，给小雨轻声读着他最喜欢的杂志。忽然，他感觉有人在注视着自己，抬头一看，竟然对上了小雨那双久违的明亮眼睛。阿明，小雨的声音很微弱，但清晰可辨。小雨，你终于醒了。阿明激动的手足无措，赶紧按呼叫铃，又冲出去喊医生。小雨恢复意识后，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西医生带着欣慰的笑容告诉大家，小雨小姐的情况比我们预期的要好，神经功能恢复得不错，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虽然醒了过来，但小雨的记忆出现了部分缺失。她记得阿明，记得他们的爱情，但对于来台湾后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印象。我们是不是要结婚了？小雨虚弱地问道。阿明眼泪汪汪地点点头，是的，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前。但没关系，你醒来就是最好的礼物，婚礼可以重新安排。小雨听了，眼睛里也泛起了泪花。你为什么要等我这么久？他轻声问。阿明紧紧握住他的手，因为我爱你啊。没有你，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随着小雨逐渐康复，他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刚开始，他连坐起来都很困难，但在阿明和医护人员的鼓励下，他一天天进步着。小雨的身材曾经那么完美，修长的双腿和纤细的腰身是多少女生羡慕的对象。如今因为长期卧床，她的肌肉有些萎缩，皮肤也变得苍白。但在阿明眼里，她依然是那个最美的女孩。我变丑了。有一天，小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忍不住哭了起来，胡说。阿明温柔地抱住她，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女孩，不管什么样子，我都爱你。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小雨哽咽着说。阿明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傻瓜，你知道吗？我每天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推开病房门，看到你对我微笑的那一刻。你的笑容比世界上任何珍宝都要珍贵。小雨靠在阿明怀里，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心跳。这一刻，他忽然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海誓山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陪你一起面对风雨。康复的过程异常艰辛。小雨有时会因为进展缓慢而情绪低落，有时甚至会迁怒于阿明，但阿明始终不离不弃，用无尽的耐心和爱陪伴着他。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是你的声音和陪伴帮助我从昏迷中苏醒的。小雨有一天突然对阿明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你的存在。阿明听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坚持，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报。康复期间，台湾医院的人性化服务再次让小雨父母感到惊讶。医院不仅有专门的心理辅导帮助小雨应对康复过程中的挫折感，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些简单的手工活动，让他在训练身体的同时，也能保持精神上的愉悦。这里的医疗理念真的很先进，小雨爸爸感慨道。他们不仅关注疾病本身，还关注病人的全面康复和生活质量。阿明笑着解释，台湾的医疗系统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在人文关怀方面确实做得不错。而且现在台湾的医疗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亚洲领先水平，特别是在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方面。小雨妈妈点点头，以前我们总觉得台湾医疗条件可能不如大陆发达城市，现在看来是我们孤陋寡闻了。这次如果不是在台湾治疗，小雨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就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小雨的康复进展顺利。3个月后，他已经能够独立行走，语言能力和记忆力也基本恢复。而这段时间，阿明和小雨的感情也更加深厚。患难见真情，生死之交使他们的爱情更加坚不可摧。病魔夺走了我们的婚礼，但给了我们更加珍贵的东西，对彼此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阿明深情地说，出院那天，整个医护团队都来为小雨送行。西医生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送给这对即将重启幸福生活的恋人。小雨小姐，你是我见过意志力最强的病人之一。西医生真诚地说，祝你们幸福。小雨紧紧拥抱了西医生，谢谢您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们的爱情。康复出院后，阿明和小雨决定先不急着举办婚礼，而是带着小雨的父母一起环台湾旅行，让他们好好认识这个即将成为小雨第二故乡的美丽岛屿。他们去了阳明山看野温泉，去了垦丁看蔚蓝的海，去了花莲感受太平洋的壮阔，也去了九份体验台湾传统文化的魅力。小雨的父母被台湾的美景和人文风情深深吸引，原本对女儿远嫁台湾的一丝担忧也烟消云散。台湾真的很美，难怪你这么喜欢这里。小雨妈妈对阿明说。阿明笑着回答，阿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就像您和叔叔养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旅行结束后，小雨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甚至比以前更加健康了。她那修长的双腿和纤细的腰身又回来了，乌黑的长发也焕发出健康的光泽。阿明每次看到她，心里都会涌起一阵感动和庆幸。一天晚上，阿明特意打扮了一番，带小雨去了他们在台湾第一次约会的餐厅。这里的牛排还是那么好吃，小雨开心地说，是啊，一切都和那时一样。阿明微笑着，然后忽然正色道，但有一件事不一样了。什么事？小雨好奇地问。阿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单膝跪地。小雨，这是我重新为你挑选的戒指。经历了这一切，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今生唯一想要共度余生的人。嫁给我好吗？小雨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了自己的左手，我愿意。就这样，半年后，他们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西医生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致辞。我在医学界工作了30年，见证了无数生死离别，也见证了许多医学奇迹。但阿明和小雨的故事让我真正理解了爱的力量。爱是最强大的治愈力量，它能跨越生死，战胜一切困难。在场所有人都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最令人意外的是，婚礼当天，小雨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意外之喜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天哪，这简直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阿明激动地抱起小雨转了好几圈。小雨搂着阿明的脖子，在他耳边轻声说，亲爱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能从昏迷中醒来了，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你，也舍不得错过我们未来的宝宝。阿明紧紧地抱住了小雨，感受着她身体的温暖，以及那可能正在孕育的小生命。他想起了那个绝望的夜晚，他跪在病床前祈祷的场景。原来真爱真的有奇迹般的力量。婚后，小雨在台湾开了自己的创意工作室，凭借着他在上海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很快在台湾创意行业站稳了脚跟。阿明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两人的生活美满幸福。10个月后，小雨顺利产下一对龙凤胎，一男一女，健康可爱。他们给儿子取名为平安，寓意平平安安。
给女儿取名为奇迹，纪念他们共同经历的奇迹。今天，他们一家4口生活得无比幸福。每年，他们都会去医院看望西医生，感谢他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丽姐，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吗？你可能会问我。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故事从来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爱情会一直延续下去。阿明和小雨的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坚不摧的，它能跨越海峡，跨越生死，战胜一切困难。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只要2颗心紧紧相连，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我是丽姐，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请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我们下期再见。哦，对了，还有一个彩蛋要告诉大家。去年阿明带着小雨和2个孩子回上海探亲，意外的在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咖啡厅里遇到了当年的那位服务员。那位服务员现在已经是店长了，看到他们一家4口，惊讶地说：“原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这简直比电视剧还要浪漫。是啊，生活有时候比电视剧还要精彩，但前提是你要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言放弃。好了，这次是真的再见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